好，这一堂课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修音最常用到的一个工具就是第二个修音工具。那这个修音工具的话，它有3个。第一个的话就是移动音符的这个高低音，点住以后往上拉或往下拉。那你在点击的时候，它会发出这个音该有的音高，可以给你做参考。如果直接双击音块，可以让那个音块自动回到最近的音阶正中间。我们来示范一下。像这样直接双击，它就回到最近的音块。如果说你是框选以后，然后再双击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它就会自动回到这个最临近的音块中间。那这个最临近音块不代表它的音一定是对的，只是说哪一个最近，它就贴到哪一个中间。如果说它只差一点点的话，靠上面一点点，那它就会回到上面；如果是靠下面一点点，就回到下面。那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如果说你的音准基本上唱的时候都很准了，只差一点点，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双击框选双击以后，它就回到最近的音块。当然，如果你本身唱的音准差很多的话，即使你这样使用它还是不准的。所以说最好是在前期录音的时候就把本身的音准唱准。有些同学他可能在移动的时候是一格一格移动的，可以点击左边这个符号他就一次只能移动一个音阶，一个去移动。那如果说你想要做更细致的，把它点掉，它就可以去做微调，一点点的微调。好，除了这个可以调整音高以外，那你会发现它选择第一个的这个工具的时候，在音跟音之间会有一条这个连接线。那这个连接线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从音到下一个音中间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平滑程度你可以点击这个音的左侧这一个区块，然后它会显示一个像 X 的一个图标，往上拉它的音就会更平滑，往下拉它的这个音就会就是数的这个断层就会更多。我们来听一下却控制不住然后我把它往上拉，止不住它的声音就会更平滑一点。那来讲一下第二个工具。第二个工具的话它就比较暴力一点。怎么说？它是去改变这个声音的曲线。像这个声音的曲线是以红色这条线为主，后面的这个底板的这个框它是一个参考，就是以你这一颗音大多是落在什么位置，然后放一个参考。第二个修音工具，它可以把你的声音的曲线变得比较平缓。点住往下拉，它这个线就变平缓了。往上拉的话就会更深。如果说它原本就是一个很夸张的曲线，你往下拉，它会变得更夸张。我们来听一下。拉成一条线的话，就会变成电音的感觉。那我们来试一下，框选，然后直接双击点2下，它就可以把你选的区域直接修成一直线，像这样，然后再点一次，它可以恢复。我们把一整段都把它拉成电音，拉成直线，听一下。听起来就很电，对吧？Ctrl 加 Z 可以复原。然后第3个，它比较缓和，没有像第2个那么暴力。那它这个一上一下的这个箭头，它就指越低的这个跟越高的地方，它会去做一个平缓。比方说我们以这个来做比方好了，点住往下拉，高的就往上，低的就往下。那相反的话，它就会更夸张。那这个是用来处理声音的一些转音或者是旋律变化的时候可以去使用的。如果说你想要把你的声音拉得平一点的话，建议使用第2个。这样。可以让你的声音唱起来更加的丝滑。
啊，更加的平滑一点。但是调多了就会变电音，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依靠耳朵去听。如果说调坏了 ，Ctrl 加 Z 可以复原啊。好，那我们下一堂课见。